书接上文，上回书说到，郭德友、丁某、顾颖三人潜入医院停尸房，竟发现肖兰兰也已混进其中。停尸房内果然停有钱子贤尸身，丁某验尸发现尸体皆有异象，血管曲张呈蓝紫色，似被感染，但钱子贤并无此状，而且所有人都是中毒而死。郭德友情急之下点烟辩冤，查出尸体生前都吸食过鸦片。郭德友、丁某兵分两路探查鸦片来源，都查到了租界的聚华大饭店，引出来齐聚聚华楼大闹鸦片馆，郭德友神威大振智擒王掌柜。江湖，科学，拳脚，真相，水性好，法医，神婆，记者，身子骨弱，特别警探，娘，市政府秘书长，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，大少爷，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千金小姐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有钱有势有什么用啊？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还行吧，通情达理。怕个杂！开什么玩笑？不娇气。有线索了，德意志，神调一门，大新闻。漕运商会，师傅，父亲，不惹事儿。不怕事儿，推理正确，青梅竹马，千金百姓，听老，郭德友，河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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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一朵茉莉花盛开在月光下，这不就是茉莉花吗？唯独记得她，热得上天却我跟钱子贤就是在这儿认识的，虽然是家里的安排。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也是在这儿，所以你一提起茉莉花，我就想到这儿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想起伤心事儿了。也不算是伤心事儿吧，顶多算是烦心事儿。只是每次提到这段婚约，心里还是有点不太舒服。其实想想，我能理解。你不是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吗？自由自在的，怎么能理解呢？我爸也是被我逼的，才会把我送出去。我当时以为啊，出去了之后就自由了。我现在不还是回到这儿了吗？谁让丁家就我一个儿子呢？啊，现在想想，之前过的那几年，好像都是给别人过的。那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，同忧相救了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这样。戏里面怎么唱来着？
山在西来，海在东，山山水水相连通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天下何处不相逢。来。里边请，这边请。看一朵茉莉花盛开在月光下，琳琅满目花丛中，唯独几个她，惹得上天眷顾，照耀。二位要点点什么？水吧，先来壶热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热水。没有热水啊？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？我们这里有红酒、有果汁，还有苏打水。苏打水，听着挺脆生的哈。那就这个吧，再点2个你们的特色菜就齐了。好的，二位请稍等。看一朵茉莉花盛放在月光下。郭二哥，不就吃个饭嘛，干嘛弄得那么讲究啊？来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还能听曲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我交代呀？你说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这什么曲儿啊？扭扭捏捏的。没听过，我还觉得怪好听的。二位的苏打水。你们这台上唱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咱们台上这首歌叫做《茉莉花》，最早起源于《西厢记》里张生戏莺莺的鲜花调，先生爱带着小姐来听，在咱们这儿很受欢迎。那这首歌唱的是花儿是吧？这首歌表面上唱的是花，实际上唱的是青年男女的纯情之爱。没你什么事儿了，赶紧下去。好，二位请慢用。你说说你，心里有不就完了吗？净搞这些没用的。这个水怎么这么冲啊？直顶我鼻梁子！现在看来啊，还是郭德友最自在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人人都有自己的命，没有必要硬跟别人相比。丁会长突然离世，藏云商会的担子全都落在你身上了。丁少爷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换作是我的话，怕是早就乱做一锅粥了。丁少爷，啊，你是为什么要找茉莉花啊？这个饭店除了吃饭和听歌以外，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干吗？我妈说，女孩家要矜持，不能总跟着你。可我乐意跟着你啊，看着你我心里就踏实。我老这样，你会不会觉得我烦呢？当然啊。心口不一，你要是真的觉得我烦，才不会带我来这种地方呢。你兜里揣钱了吗？啊？你看看这周围坐的都是什么人？要不然就是丁卯那样财大气粗的公子哥，要不然就是萧兰兰那种官宦之后的富家千金。口袋里不揣点钱，你怎么敢来这种地方吃饭？你没带钱呐？我不带你了吗？其实吧，粗茶淡饭，只要跟着你，我怎么吃都觉得是香的。要不然咱走吧，反正菜还没上呢。我突然想吃狗不理了。菜是没有上，但这水你喝了呀，外国水。那这水贵吗？从外国的井里打上来的，
专门雇人挑回来，你说贵不贵？一般饭店喝水呢，确实贵。可是如果这饭店它不干净，被客人挑出了毛病，那可别说喝水了，就是吃饭都不要钱。什么意思啊，郭二哥？顾影啊，啊？你可要坐稳了。一会儿发生的事情，很有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。不过出了什么乱子，你可要和我一起担着啊！乱子？我耗子！这么大的耗子！哎，服务员，有老鼠！快过来，有耗子！别踩着了啊！好，那边，在那边。真的，他跑那儿了，又跑出来了！我的天哪！那儿！就在那儿啊，耗子！和老鼠！这儿没有，哎，往那边跑了！哎，小心点啊！那儿！郭德友，二哥，他们不吃饭，直接就往后面走啊！而且还有专人把守，肯定有问题。你们这是要干嘛？别管那么多了，没时间解释，见机行事。几点了？估摸着4、5点左右吧。根据太阳高度角度来计算，现在5点多，不到6点。几位，请回吧。叫帮兵内，你要哎，干什么？废什么话？走。不好意思。几位少爷小姐好，咱们是包间还是大厅啊？包间吧。得嘞，跟我来。走，二哥。几位这边请。里边请。各位随意坐。几位今天想来点什么？那我们来最贵的。还是这位少爷懂得享受。几位稍等。郭二哥，你怎么了？不碍事。这天津城禁烟这么多年，禁烟运动就是个光打雷不下雨的幌子。杨颖。
小影，二哥，你怎么了？二哥，你没事吧？二哥，二哥。哎，站住！几点了？行，走走。怪不得刚才问咱们时间呢。原来怀表是他们的通行证。二哥，丁宝，丁宝，我二哥不行了。国六，几位的烟膏来了，给您利索上。我们可能得上一下厕所。对，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几位这是？我们上一下厕所，上一下厕所。哎，几点了？跑！走！走！二哥，国六，你怎么知道这还有间密室？
什么？这是琵琶苗。哎，别聊了，我们找地方出去吧。二哥闻不得烟味儿，更别说大烟了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。 这儿能出去，走走走，咱们走。哎，站住！呀！快走！让开，让开，让一让！警察办案，都让开！来，让开，让开！警察办案。动静挺大呀，挺要紧呐。大运头，哎，都叫嘛住哪儿，洗这个多久了？挨个给我问清楚。好。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等会儿。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啊？王掌柜的。啊，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。没见过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快走！哎，跟上，跟上啊！二哥喝水。 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说你呢！好，快走！站好了！ 都站好了，工作人员和烟客分开，分开站。快点儿！丁警探，副队长辛苦了。哎，瞧丁少这话说的，这不是打父母的脸吗？仅仅1天的功夫，您就查出这么大一个烟馆子来，咱们警局整年的考核都满了。 托您的福，后半年咱都可以歇着了。副队长，啊，我不跟你客气啊。咱们现在在案发现场，就聊跟案子有关的事儿，好吗？当然，当然。
你说，烟馆是谁的？查出来了吗？都问遍了，说有个管事儿的王掌柜，可是谁都没见过。没见过，这么大个烟馆，没个管事儿的，怎么干活？下边人说了，掌柜的不参与经营，我猜要么就是趁乱跑了，要么就是压根儿就没出现。你查过他们的办公室吗？里面的笔记，还有他接触过什么人？啊，来过烟馆的大户？啊？哦，毫无线索。这么大的饭店，这么大的进货量，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啊？哼，你觉得说得过去吗？丁探员觉得说不过去，那就是说不过去。这样啊，咱们呢把所有人全都抓回警局，挨个审。那我得审到什么时候去啊？那就得看你了。我说话算话，鸦片的案子全权交给你。身为特别警探，这是你分内的职责嘛。行了，这儿的情况我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局里还有几个要命的案子，必须我亲自去审查，实在腾不出手来帮你。这样，我在门口给你留几个人，我就行，告辞了。走。干嘛呢？小陈婆教你看相呢。王掌柜，累坏了吧？您认错了。你手指着烟膏是怎么回事？在这种地方混饭吃，手上难免有个不利索。什么时候沾上点脏东西，我哪知道是怎么来的？那你身上这烟味呢？先生可真会说笑。我们在烟馆工作的，哪个身上没点烟味儿啊？其他人身上的烟味都很明显，唯独你身上的烟味不仅很淡，而且还若有似无的有一种淡淡的香味。是吗？什么香味儿？来，狗鼻子，你不对脂粉气最熟悉吗？闻闻这是什么香？香粉胭脂还算寻常，可这香皂讲究啦。说来听听。迦南沉香松潘麝，珍珠玉屑玫瑰花，下血本啊！我打小闻不得烟味儿，所有能盖味儿的方子，我师傅都在我身上用过。用这些香料古法制成的香皂，能驱烟留香、凝神固元，香味清雅，不易察觉。先生可真是懂行。我跟您一样，特别不喜欢烟味儿，闻多了会恶心，所以每天都会用这个香皂。每天都用？这么昂贵的香料制造的香皂，一般人家可用不起啊。女人嘛，哪怕不吃不喝，也舍得在这方面花钱，更何况我又是在这种地方工作。我在烟馆里头见过你们的账目明细，你猜我在上面闻到了什么味道？迦南沉香松潘麝，珍珠玉屑玫瑰花。在场的所有人当中，只有你身上有这种味道。账目明细那可是机密资料，一般的人可接触不到。你还说你不是管事儿的王掌柜？那又如何啊？这香皂虽然名贵，但也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。您说的顶多能证明我跟王掌柜用的是同一种香皂，可证明不了我进过那间密室，碰过那些账目啊。密室？我刚才有提到密室吗？账目明细是我们丁探长查封出来的时候，我无意间瞟见的，我可不知道还有什么密室呢。来人，给我带走。会长，我
万事照旧，少爷现在一直平安无恙，没出岔子，没多是非，这都是咱们商会的福气啊！会长，您就放心吧。胡叔，哎，这么晚还在？以前晚上这个钟点儿，你爸犯起老毛病来一准咳嗽，现在听不着了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。专门从洞庭运来的鲜枇杷润肺，吃一个吧。你爸现在他也吃不了了。我爸那是支气管的毛病，吃多少枇杷都没用的。他就爱吃这一口，酸酸凉凉的，吃了嗓子会舒服些。这个枇杷容易结果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觉着枇杷生命力挺强的呀，吃完了把核随口往花盆里一吐，就能长出苗来。胡叔，您还有事瞒着我吧？我怎么可能瞒你呢？贩卖鸦片的进出货记录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在聚华大饭店里有一家秘密的大烟馆，烟馆里有一间密室，密室桌子的抽屉里面就放着这本册子。这册子上的签名你认得吧？在墙角还有一盆兰花，里面长着苗，枇杷苗。这是枇杷，我们商会也做这个生意。不可能，会长为了能让你踏踏实实接手商会，我们这些年经营的这些货物是经过严格挑选的，绝对杜绝这些见不得光的生意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也不知道这上面为什么会有你父亲的签名。那既然胡叔也不知道实情，那我只好自己查了。少爷，贩卖鸦片是重罪，在事情搞清楚之前，务必请少爷保守住这个秘密。老爷不在了，事情没办法对证，我怕如果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危害到商会，危害到你怎么办？丁会长磊落一生，可不能毁了他和商会的清誉啊！就算是胡叔你不愿意告诉我，我自己也能查出来。王掌柜，你我都是聪明人，咱就不兜圈子了。天津城已经禁烟很多年了，这么大的买卖，这么大的进货量，不可能不惊动高层政府的吧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您是用了什么法子，保这个烟馆平安无事的？丁警官，您抬举了。我不过是个替人挡枪的，这上上下下打点人情关系，跟我可挂不上钩。这间烟馆真正的主人是钱子贤钱公子，人家花钱雇我来，也就是管理管理手下。王掌柜，您是天天都在烟馆吗？只要有客人，那就歇不得的。那您可记得钱公子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？他忙，不常来，我记不太清了。
前几日萧小姐订婚，钱公子作为新郎根本就没有出席。这么算下来，大概能有半个月了吧。我看过你们的账本，钱公子就好那口，隔三差五就要来那么一次。你作为烟馆的掌柜的，这人都已经半个多月不来了，你都不觉得好奇吗？这自古以来，只有老板催手下人务工的道理，哪有我们催老板的？我只当他是有别的什么要紧事儿，没工夫过来。王掌柜，你可记得瑶洼码头的浮尸案？听说了，死了100多人。我们警局可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具体的死亡人数啊。王掌柜消息灵通啊！我也是听街坊说的，不知道实情。那还真是巧了，真的就死了100多人，而且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死前都吸食过鸦片。死亡时间虽然不同，但都被泡在一个地方。有一天晚上，不，全都冒出来了，铺满了整个河面。你说这100多条人命，他们找谁伸冤呢？这冤有头，债有主啊。反正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就是个拿钱做事的。丁警官，你一定要查清楚啊！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，别等着我们给你揭出来。您是女士，对您客气。你要是个男犯人呢，我这脸上可能就没这么好看了。丁警官，信佛吗？我只信科学。这修佛修的是来生，这辈子求的东西，下辈子才能来。可是这报应啊，可等不了你一辈子。你想说什么？钱公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批烫手货，说是劲儿大，味道也纯，但是质量很不稳定，时不时的会抽死个人。我劝过钱公子，咱们卖烟已经是缺德了，谋财但别害命。这1次2次还能瞒得过去，这要是再死个人呢，谁都兜不住。可是钱公子说，他马上就是市政府萧秘书长的女婿了，这出了事儿由萧家担着。但这抽死了的烟客，必须由我把尸体处理干净，否则这罪就扣到我的头上，我惹不起。所以我就找了几个伙计，在北城找了口荒井，趁夜里没人，把尸体都丢了进去。这钱公子有一天喝多了，迷迷糊糊就来了烟馆，指明非要抽他自己那批烫手货，我们哪儿敢拦着？这就叫做现世报。之前死掉的那些烟客找回来了。那钱公子的尸体呢？都和别的尸体一样，都扔进了那口荒井。那不是什么荒井，那是一个废弃的造纸厂偷偷挖的排水管道，跟瑶洼码头是连着的。还是现世报。哼。见过这个吗？别拿什么烫手货来糊弄我，那些人都是氰化物中毒死的。你是想让我跟你在这耗到天亮吗？丁警官，哦不，丁大少爷，你确定要问吗？
一定要问。我们在卖那批烫手货之前，烟馆所有的供货渠道都是漕运商会，而且是直接与丁义秋会长对接。现世报啊，谁都躲